好，持续来看的是白宫在上个礼拜发布了新版的 NSS 啊，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。在当中呢，就尖锐批评了欧洲政策啊。现在这个事情呢，在欧洲已经开始发酵了。川普在接受 Politico 的专访时呢，他持续上周对于这个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激进论调哈，他就在访问当中直接说，他说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腐朽，他认为呢，欧洲的移民政策简直就是一场灾难，而且呢，把矛头指向了政治正确这件事情，说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让欧洲变得更软弱，甚至他还语出惊人的表示说，欧洲领导人当中有一些真正的笨蛋 ，real stupid ones 哈，这个用到，当然川普的言论常常就是你是 stupid 啊，或者是说人家是这个不可理喻啊什么的。好，那当然我们说现在在欧洲发酵了，欧盟理事会主席啊立刻反击，他说我们无法接受威胁干预欧洲政治的行为。美国无法取代欧洲公民来决定哪些政党好，哪些政党不好。美国无法取代欧洲来决定美国对言论自由的看法。意思是你美国有你自己的看法，我尊重，但请你不要伸手插到欧洲这边来，你管太多了。好，所以说现在看起来美欧的关系最近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讨论，是不是真的生变了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川普对于欧洲的政策真的是面临很大幅度的调整，甚至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吗 ？Ross， 首先我不得不说，川普根本不在乎这个 Costa 说什么，因为川普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对他来说，欧盟的对口是 von der Leyen， 对，因为他已经执委会的 von der 主席 Leyen 嘛很熟，尤其是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，都是对口都是 von der Leyen， 而且其实我们欧盟之外的人就是很难懂这些欧盟里面不同的委员会、执行委员、主席这些位置，找那个最大的就好了。这好复杂。对，但是对川普来说，真根本不在意这个 cost 说什么。而且川普还有他的团队，不管是川普本人、副总统 J.D. Vance、国务卿 Marco Rubio、一些共和党及国会议员，他们对欧盟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明确的，所以他们不会突然说一些比较友善的言语对欧盟啊，他们还会继续将来会继续批评啊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比如说最近几天欧盟对 X 平台罚款，那有给美国政治人物、美国政府一个 reason 来攻击欧盟啊，对本来是因为移民或国防投资不够等等啊，但是欧盟这个罚款，针对 X 罚款，那就让美国非常非常火大了。所以美国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来批评欧盟，这个不会改变了。对，那大使您怎么看？因为现在想说，如果美国跟欧洲之间，因为长期以来是盟友的关系啊，盟国的关系。可是川普的话常常听了就会让人觉得很反感。如果你是欧洲的领导人，尤其英法德这几个，然后大家现在可能在想说，我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笨蛋之一？其实川普对欧洲一直都有看法啦。那其实很多这些美国的这些媒体也说，他说现在美国从他的这个最近这个国安战略报告，他说已经不是蔑视欧洲，是敌视欧洲了。而且他们在里面已经发觉了，事实上 Financial Times 他说他发觉美欧之间已经出现意识形态的鸿沟。而他这次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特别讲了一句话，让欧洲人听了有点毛骨悚然，就是说，美国政府将在欧洲各国内培养对欧洲现行发展路线的抵抗，意思就是我颠覆你啊，我控制你的政治啊。所以最近这个美国有一个杂志美国有一个杂志，他写了一个报告，他说这一次的国安报告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长篇，这是33页是短的，还有一个长的是不公开的，里面明确讲说美国川普政府要颠覆，要把其中4个欧盟的会员国把它怎么样反正叫它脱离欧洲。
哪4个？这猜就知道，匈牙利、这个荷兰不是匈牙利、意大利，还有什么波兰啊，这4个。对，那当然就是说，后来川普的发言，这个白宫发言也没有说我没有那4个，他只是说我们只有1个版本，没有秘密版本，他也没有出来。所以现在欧盟的问题，我觉得除了长期以来对欧盟，川普就有他看法，因为川普前2天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说以前像伦敦，我去伦敦巴黎多漂亮啊，多怎么样的，他现在简直惨不忍睹啊。其实欧洲是没错，欧洲所有大城市现在都基本上不是小偷就是强盗，然后呢扒手满街都是，那比美国大城市还严重。所以呢，事实上，川普可能就是说，他认为他的祖先是欧洲来，他有点看不下去。不过，我认为现在有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，俄乌战争欧洲的做法也彻底激怒了川普啊。我现在美国已经在国安报讲，就是说要赶快结束俄乌战争，重修美俄关系，就是你欧洲那边做对。所以川普对欧洲的骂的已经是很清楚了。他说啊，这些人啊，怎么讲呢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己在做什么。他们事实上做的这些很多事，不仅是妨碍到我美国，对你们欧洲的前途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做法。但是川普为什么自己也不检讨？是美国，也许不是他在任的时候决定。就讲到这俄乌战争，这欧洲现在的议题，难道不是美国自己把欧洲给拉下来吗？美国怎么拉下？就俄乌战争呢？俄乌战争，川普常常说，如果我本来有连任成功的话，普京不会动手，对不对？川普他当然就推给拜登嘛，他的前任嘛，推给拜登嘛。对，但是川普也是认为这个战争还是欧洲要负一些责任啊。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川普这个说法，但是真的相信。欧洲在背后支持乌克兰，然后乌克兰不管是在东部有推很多乌克兰化的政策，比如说语言方面、文化方面等等。那川普真的是认为这个是激怒普丁有理由动手。虽然很多人是反对川普这个思维，但是川普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，所以。他真的认为这个战争不是100%普丁要负责，他还是认为欧洲有一些责任。所以因为这个理由啊，不管欧洲说什么普丁维权等等，那川普还是会他看这个问题还是会把一些责任推给欧洲，他不会100%认为都是普丁的错。但是世人不解的是说，为什么？美国要建立一个美国心目中的欧洲，那欧洲自己不能够自己建立自己的欧洲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美国人觉得说，我觉得欧洲应该什么样子？包括像说巴黎、伦敦都变得现在不是我以前的样子了。那本来要把世界都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，现在已经退步了，只管欧洲了。好，所以提到了俄乌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呢最近就披露说，如果川普最终选择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啊，并且向安全议题上面呢，向俄罗斯让步的话，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正在密切考虑要用极端手段来回应哈。那包括采取被形容是核选项的金融报复措施，要来动摇美国的经济稳定。意思我们就来个鱼死网破哈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就不让你好活。那重中之重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债啊，到2024年12月为止哈，英国讲到了美债呢，英国持有大概是7227亿的美元的美债，然后呢，欧盟成员国呢大概合计啊，大家加起来的1.62兆美元的美债，两个这样相加是2.34兆美元的美债，折合新台币大概是73兆，其实算蛮多的哦。那也让欧洲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部持有集团，但是说动用核弹级的金融手段哦，应该只是说嘛哈，应该不会是真的想这么干嘛。当然，延续刚才 Ross 跟大师讲的哈，就是说基本上欧盟的存在是避免法德两个国家打起来，那欧元的存在是为了抗衡美元，可是欧元的价值是建筑在美债之上，而现在世界越来越往右边靠的时候，每个国家的利益又不一定跟欧洲整体利益是一样的。那诚如刚才
Ross 跟大使说的，事实上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。可是中国跟美国永远都不应该是个竞争关系，真正竞争美国的是欧洲，因为它有价值，它有历史等等。而当这个世界现在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的时候，世界已经变了。而美国在举着国安的大旗，欧洲该举的是 ESG 的旗，想办法用品牌去创造它的价值。耶西的旗帜环保。哦，这是他们。